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点亮。在这支影片，我会带你快速进入 Scratch 的世界，用一位球员艾弗瑞 Avery 在球场上的几个动作，让你一听就懂哦。对了，这个频道是关于程式逻辑以及常用英文的学习频道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再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你就能收到最新的通知哦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立刻开始吧。在开始之前有一个小提醒，如果你还没有自己的 Scratch 账号，可以先去注册，或者你可以去看我录的另一支影片，标题是如何快速注册 Scratch 账号，这样你很快就会有一个自己的账号咯。首先第一步呢，请你在电脑里面找到浏览器图案，点一下浏览器，打开网页，再点一下账号，在浏览器上方输入 Scratch SCRATCH， 按下 Enter， 在第一笔的搜寻结果点下去。好，我们会进来 Scratch 的官方网站，再点一下右上角的这个登录。好，你们会看到两个长方形的输入框，第一个是要输入你的账号，第二个输入你的密码。完成后就点登录，我们再来点创造，开启一个新专案。好，我们进到程式编辑器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编辑器是一个平台，这个平台有一个背景，背景是一个篮球场，球场上有一个角色叫艾弗瑞 Avery。艾弗瑞呢，待会要在球场上朝球的方向往前走5步，走的时候要像真人那样，左脚先往前，右脚再往前，以此类推，重复这个动作，然后边走还边说：“嗨，我是艾弗瑞，我要去练球了。”然后这一段的话会显示在画面上。接着回到 Scratch 的程式编辑器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整个区域就是一个平台，右下角的区域叫做角色及背景区，角色就是我们说的球员艾弗瑞，背景就是篮球场。在这里呢，可以把角色选进来，也可以把不要的角色删除，背景也是。那我们就先删除我们不要的 Scratch Cat， 接着我们要去选一个背景，可以看到这个右下角有一个很像背景的这个图案，点一下。好，接着我们找到篮球场 Basketball 2， 好，背景进来了，我们要去选角色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像猫咪的这个按钮，点一下，我们找到这个 Avery Walk， 点一下。好，这个艾弗瑞好像快顶到篮筐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调整一下尺寸，将它调整成80，按下 Enter。好，这看起来比较像真的尺寸。好，我们再选一颗球进来，篮球 Basketball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篮球好像进不太去这个篮筐哦？我们也要调整一下它的尺寸，我们把它调整成65好了。OK， 看起来比较投得进去了。好，我们把篮球放在球场上的这个位置。OK， 好，这里是舞台区。好，我们看到有角色有背景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让艾弗瑞往前移动。好，我们点在艾弗瑞的这个上面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篮球的角色上，我们要点在艾弗瑞上面，我们要让艾弗瑞移动。移动就要到左边这个积木区，点动作。移动是一个动作。好，我们放在这个第一个移动上面，大家可以看到手变成这个手的图案。我们按住滑鼠左键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拿的这个动作？我们再示范一次，点滑鼠左键，它有拿，按住滑鼠左键不要放，动这个积木放到这个程式区这边。好，再放开。好，为了方便我们看，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点。好，在 Scratch 的世界，我们还需要一个开始这块积木。那什么是开始呢？这个就是开始。有没有看到绿色的棋子？它就等于开始。
那在 Scratch 里面开始是一个世界，我们到世界这里点一下，有一个绿色的棋子，我们把这个绿色棋子放到它的上面。好，这边大家是不是看到很像积木一样一块一块堆起来呢？在 Scratch 的世界，一块积木等于一个动作，它的动作的执行顺序是从上往下执行。比如说我们待会会好几块积木叠在这里，它会按照次序执行完这个，再执行完下一个，以此类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吧。有没有看到艾弗瑞往前移动了？好，我们再多点几次。OK， 好，艾弗瑞会往前移动了。还记得前面我们要请艾弗瑞做哪几件事吗？第一，我们要让艾弗瑞朝篮球的这个方向往前走5步。第二，艾弗瑞的双脚要像真人那样一左一右的往前走。好，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让他往前走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模仿真人走路的外观，像真人那样一左一右的往前走。好，我们点到外观这个分类，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造型换成下一个，大家不要选错，这边还有一个叫做背景换成下一个，我们要点的是造型换成下一个的这个积木。好，把它直接拖到这里。好，我们直接点。艾弗瑞是不是真的像真人那样走动了呢？好，我们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造型换成下一个，让它可以像动画那样一左一右的往前走呢？答案在这里，我们点一下造型，因为呢这里有 Scratch 预先设计好的4张图，那刚刚的造型换下一个就是换下一张图播放的意思。譬如说一开始艾弗瑞的动作是这样，我们接着点下一个，然后再点下一个，然后再点下一个，是不是就看起来它很像在走路呢？结束以后再回到第一个，以此类推，所以它会一直重复做这几个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再点一次，它就会像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让它控制它往前走5步，点一下控制这个分类，往前走5步就是重复做走路的这个动作，重复走，找到这个重复走的这个积木，把它放过来。好，这边有一个10大家有看到重复走10次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10次哦，那这边数字到底要输入多少呢？答案还是10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只左脚算1次，一只右脚算1次，一左一右算1步，5步的话就是5次的一左一右。好，听起来有点数学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点。来不及看清楚，跟闪电侠一样，我看不清楚。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我们再加入这个等待的这块积木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造型换下一个的下面，我把它换成 0.5 秒。OK， 好，我们直接来点1、2、3、4、5。OK， 艾弗瑞成功的往前走5步了。最后我们要让艾弗瑞边走边说话，这段话要显示在对话框上。大家可以思考一下，要把文字显示在对话框上的积木是动作还是外观呢？答案是外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是动作的话，说话的动作是嘴巴在动，我们要把他要讲的那段话显示在我们的画面上，就是外观。来，我们点一下这个外观。好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说一段话出来？好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造型换下一个的下面。好，它一开始是说 Hello， 我们把它改成我们要让艾弗瑞讲的话。好，我们打 Hi， 我是艾弗瑞，我要去练球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完成以后就正式来咯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要点右上角的这个钮，显示模式切换。好，我们就实际来演一次给大家看吧。我们点一下绿色棋子开始。好，大家看到艾弗瑞边走边说：“嗨，我是艾弗瑞，我要去练球了。”好，我们再点一次。哦，你看到这个文字对话框，就算快要超出这个范围了，它对话框自动调整到左边。
好，以上就是我今天带大家快速进入 Scratch 的世界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动手做，完成一个小动画，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很好玩呢？没错， Scratch 就是这么的有趣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我会把所有用到的网址放在这部影片下方的描述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点亮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